同为自己的亲骨肉，李亚鹏送李嫣上1年学费500万的名校，却不给幼女花1分钱。此前，李亚鹏在直播时谈起想让幼女李夏到自己创办的培德学校读书，彼时他话音刚落，其妻子海哈金喜便立马发出了质问：为何他能让大女儿李嫣上1年学费500万的国际学校，却委屈他女儿去上自家学校？他不觉得太过偏心吗？面对妻子的质问，李亚鹏也是丝毫不慌张地解释道：李嫣所就读的学校可不是有钱就能上的，只是因为那会儿他和王菲名气正旺，人家看在这点上才勉强将其收留。更何况从李嫣定下出国到正式入学这些事情都是由前妻王菲一手操办的，他根本就没管多少，如今更是想管也管不了。可幼女就不一样了，虽然彼时她已经没有了当年那么高的名气，但她却有对其管教的权利。当然她也有私心，那就是让外人看到自己女儿都在这所学校读书，让他们觉得这个学校靠谱，从而将子女放心送进去。只不过她的这番冠冕堂皇的解释却并没有平息海哈金喜心中的怒火，最终她忍无可忍，不顾形象的在直播间里与李亚鹏吵了起来。其实也不怪海哈金喜会情绪失控，毕竟连外人都能看得出李亚鹏的确有些偏心。想当年李嫣被查出先天性兔唇后，李亚鹏与王菲就花费大把时间跑遍世界各地，只为治好女儿。后来两人还以女儿的名义成立了专属基金会，既能救助同样深受唇腭裂折磨的孩子，又能为女儿积攒福报。而反观李亚鹏对幼女李夏就不一样了，不仅在她生病时不闻不问，而且她人生中的几个重要日子，李亚鹏也因为忙于工作遗憾缺席，甚至就连幼女平常穿的衣服也都是大女儿李嫣剩下的。这种种不平衡的举动，也难怪会引得海哈金喜忍无可忍爆发出来。只不过彼时的他并不知道李亚鹏还有更为残忍的一面，打死海哈金喜都想不到女儿名字的背后竟藏着李亚鹏的私心。自从风飞复合后，两人每次现身时都会掀起不小的风浪，对此李亚鹏自然也是没有放过这个刷存在感的机会，先是手滑的在社交平台上点赞王菲与谢霆锋相关话题的帖子，而后又对外公布了幼女李夏的名字。这也不免让人好奇，他为何会在这个时间点做出这样一番操作。后来经有心之人仔细推敲，才发现这背后似乎藏着李亚鹏的私心。要知道，李亚鹏与海哈金喜两人的名字中可都不带夏，并且幼女也不是在夏天出生，唯一能够联想到的出处便是原名为夏琳的王菲，为此也引得不少人直言，他怕是还没忘记前妻。当然，如此巧合的事还不止发生了这一件，比如此前李亚鹏直播时穿的一件黑色西装，左胸口别的那朵花就与王菲结婚时有异曲同工之妙。又比如某次有位网友在他评论底下留言，没有王菲你照样幸福，对此李亚鹏也只是挑了一条评论回复道，他不是王子，也的确没有王菲。当然还有更为离谱的说法是，当初李亚鹏之所以会和海哈金喜在一起，也是因为他与其前妻有几分相似，而由此种种也让人们更加确定了内心的想法。但事实真就如此吗？自然不是。怎么说他与王菲也有过一个孩子，所以对于他的一些新闻他自然是十分关注，万一里面有女儿呢？其实于李亚鹏而言，能再遇到一个海哈金喜这样贴心顾家的女人已经算是相当幸运了。彼时即便前妻再有权再有势，也已经成为了过去式，如今过好眼下日子比什么都强。李亚鹏当初闷死的不止半箱蝴蝶，还有他与王菲的最后一丝感情。我从来没送过我老婆钻戒，所以那个会选一个埃菲尔铁塔造型的一个彩钻。他特别不习惯这个，所以我也不会当众给他戴了，眼前这一幕发生在2012年，彼时李亚鹏打着结婚9年，准备了一场盛大惊喜的名号，将素面朝天的王菲骗到了满是记者和闪光灯的现场。虽然与李亚鹏结婚这么多年，王菲被他欺骗参加这样的活动已经不在少数，但拿结婚9周年的噱头只为提升他的个人形象，这一举动还是伤到了王菲。只不过碍于现场这么多人在，再加上李亚鹏本就看重面子，他还是强迫自己忍耐了下来，没有转身就走。之后便一如从前那般站在李亚鹏身边，当他最好的广告站牌。不过李亚鹏可没有就这样轻易的放过他，原本他命人将提前准备好的几个装蝴蝶的箱子抬上台，想营造蝴蝶飞出来的浪漫气氛。然而等他们开箱后，才发现蝴蝶早已没有了生气。不过对此李亚鹏也没有放在心上，反而还继续对王菲念叨着那冰冷无情的感谢词。自然他也没有听到当晚王菲说的唯一一句话，蝴蝶们都被闷坏了。之后他也是不顾还在捡蝴蝶遗体的王菲，直接高调的为他送上了一枚品牌方赞助的钻戒。总之整场活动办下来，就只有李亚鹏乐在其中，而王菲则已经将失望写在了脸上。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王菲便再也不装了，在外不再给李亚鹏半点面子，
比如与其一起参加活动，李亚鹏想牵她手走红毯时，王菲连想都没想就直接甩开。再比如两人一同参加杨澜主持的某档节目，李亚鹏每回答一个问题，王菲就会立马拆台，甚至还时不时的送上一个白眼。孩子的时候，王菲只跟他说了3句话，我们俩就说了3句话。你先问的我吧。我没问过。我觉得这不是问题，在我这儿。其实由此种种就已经足以见得王菲到底有多嫌弃李亚鹏了，也难怪自那半年后两人就选择了离婚，而王菲也终于脱离了那个无底洞，开启了新的生活。